孙悟空跟我拜师学艺，却不知我只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瞎子，而我也浑然不知，我的徒弟竟就是传说中的齐天大圣孙悟空。虽然我带着系统穿越而来，可他需要500年才能激活。为了不被猴子一棒打死，我只能硬着头皮收下这个徒弟。虽然神术仙法我一窍不通，但有一位圣人曾说过，身体是修行的本钱。于是我一本正经告诉悟空，只要你把肉身练到极致，3界之内你便能横着走。师傅，这法子能长生不老吗？我表面上呵斥他愚钝，心里却慌得一批。你看看那些凡人，身强力壮，总是比老弱病残活得更久。等你的肉身强悍到一定程度，与天地同寿都是小事。虞山填海，宅心卧跃，随便玩。猴子听完直接愣住，他寻思自己正是因为比其他猴子强壮，才能当上花果山大王。这么一想，我说的还真有道理。这猴子显然是被我忽悠去了，开始自行脑补。于是我开启了对他的魔鬼特训，深蹲、长跑、俯卧撑全部安排上，100个不够就1000个、10000个，反正只要练不死，就往死里练。我指着外面吩咐：徒儿，你先绕着小岛跑一圈，顺便摘点果子回来让为师检查。猴子二话不说，撒腿就跑。跑完一圈回来，浑身冒汗，但还真觉得力气长了不少。他献宝似的捧上水果，眼巴巴问我下一步练什么。我饿了好几天，肚子咕咕叫，但表面上必须稳如老狗。于是慢条斯理地啃着果子，随手往旁边一指：明天跳进水里，接着练游泳。什么时候能1小时游完1圈，我们再进行下一步训练。晚上为师给你上文化课。所谓的文化课其实就是网文大放送，教材全是穿越前我看过的小说，里面的主角一个比一个能装逼，套路更是一环扣一环。反正猴子照着故事练，练成了是我教的好，练不成那是他悟性太差，怎么算我都不吃亏。可谁曾想猴子越听越入迷，恨不得替书里的主角去赴那3年之约。直到入夜，猴子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，一半是惦记着我讲的故事正好卡在最精彩的地方，另一半是感慨他自己闯荡人间这么多年，总算遇上个真心实意的神仙师傅。虽然我对他严厉，可在指点他修行这件事上一点都不含糊。今晚讲的文化课里提到了练气方法和练体有异曲同工之妙，师傅肯定还藏着更厉害的秘籍没拿出来。猴子越想越精神，索性便爬起来修炼。随着一呼一吸之间，竟然有天地的力量丝丝缕缕钻进了身体，感受着体内那股恐怖的力量，猴子当时就愣住了。难怪师傅老骂我笨，原来真正的修炼法门早就告诉我了。可这傻猴子哪里知道，隔壁的我这一宿都没合眼，吓得腿肚子直转筋。外面那些吃人的妖怪眼冒绿光，围着咱们的小破屋转悠了一晚上，直到第2天早上，我特意挑了块最高的石头站上去，迎着海风衣袂飘飘，努力凹出世外高人的造型。经过昨晚的文化课洗礼，猴子对我已经崇拜得五体投地，他双手抱拳，眼神火热，眼巴巴地等着今天的课程。而我定制课程的想法很简单，不是看他缺啥，而是看我馋啥。琢磨了一下，决定今天的课就是抓鱼。我指着海面一脸高深，用手抓鱼谁都会，你要是不用双手还能抓到鱼，那才叫真本事。这话听着玄乎，其实毫无技术含量，毕竟可以用鱼钩用渔网，实在不行炸鱼都行。但猴子的脑回路跟我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，师傅这哪是布置任务，分明是考验我。他肯定早算出我悟出了练气之法，这才变着法给我出题呢。那一瞬间，我背对着他的白衣身影，在猴子眼里直接镀上了一层金光。他望了望无尽的大海，思考这些天所学的知识，突然一种玄之又玄的感觉涌上心头。不料这时猴子竟然顿悟，只见他大喝一声，体内的真气瞬间迸发而出，海面当场掀起滔天巨浪，仅几次呼吸间，海面上就白花花的飘了一层云，竟全给震死了。猴子兴奋的直蹦跶，师傅，我悟了，我用真气震的没用手，这就是我交的作业。可孤陋寡闻的我心里却在疯狂吐槽：几百条鱼，你他妈当我瞎呀？这规模肯定得用渔网捕，他明显就是嫌麻烦直接下海硬捞的。但心里在鄙视脸上也得绷住，于是我面无表情点了点头，心里已经盘算好下一个任务，一个我觉得不可能完成的任务——移山。接下来几天，猴子不管怎么尝试，也挪动不了大山丝毫。看着他抓耳挠腮的挫败样，我躲在屋里差点笑出声。不然照猴子之前的速度修炼下去，怕是用不了多久，我可就真没什么能教他的了。徒儿啊，我看你这是遇到瓶颈了，说白了就是缺少实战锻炼。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你还没正儿八经打过架呢。这岛上盘踞着不少妖魔，正好拿来练练手。猴子一听眼睛都亮了，开始默默地摩拳擦掌。他修炼这么久，早想找人干架了。我接着补充了一句：凡事多留个心眼儿，打不过就跑，别傻乎乎的遇到谁都往上冲，不行就先逃走。猴子听完当场就红了眼眶。都说神仙把凡人当蝼蚁，可师傅却跟那些神佛不一样。您是真拿我当徒弟疼？我心里直翻白眼。我是怕你挂了没人保护我。这几天附近的大妖虎视眈眈，我让猴子实战，说白了就是让他去清场。临出发前，猴子恭恭敬敬请我赐法。我愣了一下，脑子飞速运转，忽然灵光一闪，为师这儿有一招入门级气功。把全身咒力压缩在双掌之间，释放的时候大吼一声，领域展开。猴子兴冲冲跑出去，迫不及待就开始尝试。刹那间，他双手结印，体内咒力疯狂涌动，随着一声暴喝，领域展开。下一刻，周围的空间开始扭曲变形，以他为中心的一片漆黑领域轰然展开。领域之内天地变色，无尽的黑暗笼罩一切，只有猴子站在中央，浑身散发着金光。他睁开双眼，瞳孔中倒映着整个领域的法则。在这片领域之中，他的术式拥有必中的效果，
所过之处寸草不生，连石头都化成了灰。学会这招之后，猴子简直杀疯了。方寸岛上那些小妖怪一拳一个，直到遇上一只修炼1000年的老虎精。那老虎本来还想硬刚，可当猴子掏出高阶咒术战斗技能后，老虎精却当场跪了。不是他打不过猴子，而是他知道普通妖怪根本接触不到神仙道，所以猴子背后绝对有高人，打了小的来老的，自己这千把年的道行可不够甜的。老虎精躺在地上撒泼打滚，说什么俺都不和你打了。猴子顿时觉得索然无味，琢磨着既然今天不行，那就改天再约。老虎精欲哭无泪，这是非逼着我搬家啊！可接下来猴子的操作直接让他懵了，这猴子竟然掏出一篇练气口诀，说传给他让他好好修炼。猴子原本想的是老虎精越强，他才能有像样的对手练手，打死他都没想到，那老虎精进步速度快得离谱。第2次交手的时候，猴子被揍得鼻青脸肿，走路都发飘，但他一点不气馁，反而更兴奋了。晚上师傅又要上文化课，上一次他学会了咒术神通，整个方寸岛都被他横扫，这一次师傅教的肯定更加厉害。晚上我随便找了一本小说，里面主角靠一本黄级功法杀遍天下，没想到猴子听完直接悟了，当场领悟出神魔震狱波。据说一旦把全身8亿4千万神魔粒子全部觉醒，一念之间就能翻江倒海，摘月吞日。之前他还觉得能搬动一座山就挺牛了，现在才明白自己那点追求跟小孩子过家家似的。师傅的境界怕是有几层楼那么高。猴子走了之后，我擦了擦冷汗，心里那个需要下次到底编点啥好。此时的猴子早就盘腿入定了，只见天地间无数灵气疯狂往他身体里钻，没多久体内就凝聚出第1颗神魔粒子。随着灵气越吸越多，神魔粒子开始不断分裂，1颗变2颗，2颗变4颗，到半夜的时候已经凝聚出上千颗。猴子能清晰感觉到肉身力量蹭蹭暴涨，仿佛单靠这具身体就能横推一切。他睁开眼睛，金光爆射，是时候去老虎精那儿找回场子了。老虎精被打得叫苦不迭，他想不明白这猴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猛，连自己最拿手的肉身都比不过。以前猴子教他修炼的时候，自己好歹还能当个陪练挨揍，现在可好连挨打都没他份了。老虎精心里那叫一个羡慕，这猴子能摊上这么个好师傅，简直是祖坟冒青烟。随着日复一日的修炼，猴子只用了半年时间，就硬生生凝聚出8万4千颗神魔粒子，每一颗都蕴含着龙象之力。以前那座搬不动的大山，现在一根手指头就能掀翻。就在这时候，天上突然乌云汇聚，滚滚天雷跟不要钱似的往下砸。可那8万4千颗神魔粒子一浮现，雷霆劈在身上不痛不痒，反而让猴子肉身越来越强悍。这么大的动静，远在斜月3星洞的菩提祖师感应到了，他掐指一算，想知道是什么大妖在渡劫，结果什么都算不出来。难道是有大能遮掩了天机？眼下正是西游亮劫的关键时刻，佛门策划了万万年的局，按原定计划，那石猴应该来找自己拜师，这是天庭和佛门早就安排好的。可到现在都没见着人影，来的似乎有点晚了。但菩提祖师不知道的是，这猴子何止是来得晚，他压根就不打算来了。此时的猴子正发愁呢，愁怎么给我找吃的。上了1年文化课后，我开始卖惨。这1年来，为师吃的不是树上摘的果子，就是海里捞的鱼，就算圣人也架不住天天吃这个。猴子越听心里越不是滋味，师傅可是真正的神仙，吃的应该是龙肝凤髓才对。为了教我，居然在这种破地方吃了1年粗茶淡饭。他当场跪下砰砰磕头，发誓要给师傅弄来真正的仙食。于是带着老虎精直奔西方仙海。结果在西海抓鱼的时候，把龙族给招来了。以猴子和老虎精现在的实力，龙宫派来的大先锋当场就被打杀了。不曾想大先锋临死前用尽最后力气捏碎了一块龙鳞。猴子见龙鳞碎裂后并无异常，于是便和虎先锋一起大摇大摆返回了方寸岛。我刚准备躺下歇会儿，一股浓重的血腥味就钻进了鼻子，我顿时脸色微变。这2个憨货肯定是杀生了，而且杀的还不是小角色。我脑子里瞬间闪过1万个念头，妖怪杀人杀顺了手，哪天杀兴起来，会不会顺手把我这便宜师傅也给剁了？越想越慌，这问题特么太严重了。我疼得站起身，当场就开骂，那叫一个声色俱厉。猴子被我吓得扑通一声跪地上，竹筒倒豆子似的把西海的事儿全交代了。我听完之后沉默了片刻，脸上的怒色慢慢变成了失望，缓缓叹了口气。既然都出手了，为什么不知道斩草除根，还放那些小喽啰回去通风报信，等着西海龙宫带着兵马打上门来吗？猴子愣住了，老虎精也愣住了，两妖面面相觑，这才后知后觉反应过来今天这是办得有多蠢。我摇了摇头，看来教你们做人比修行更重要，思想道德课程提上日程还是很有必要的。今天为师给你们讲个故事。遥想当年我有个朋友，也是一只灵猴，得道成仙，漫天神佛见了他都得绕道走，尊称一声齐天大圣。可惜这猴哥太能嘚瑟，打翻地府踏碎凌霄，无法无天到了极点，最后被佛门大佬一巴掌拍在五指山下。你们从这事儿里悟出点什么没有？猴子眨巴眨巴眼抢着回答，若是那神猴比佛门大佬还厉害，现在做莲台的指不定是谁呢。我听得满头黑线，这憨货完全没抓住重点，他是真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再这么莽下去，迟早跟那猴头一样被人镇压。为师今天就教教你们什么叫修行的真谛。这天地间的至强者都有一个共性，那就是猥琐。猴子一脸不解，毕竟像师傅这等神仙高人，是完全无法和猥琐挂钩的。他挠着头想了半天，最后还是老老实实请我解惑。猥琐这词你们可能听不太懂，那为师换个说法，叫稳健。在天道和圣人眼里，万物皆是蝼蚁，蝼蚁再怎么蹦跶，只要没有掀翻棋盘的本事，就算漫天神佛全死绝了，也轮不到你坐上那个位置。要是当年那齐天大圣
胜懂得稳健二字，老老实实苟着发育。别说天帝的宝座，就是天道本道也能给他干碎了。我这一番话直接把猴子干懵了。他以前只想过跟神斗跟仙斗，从来没想过还能跟天斗，格局确实小了。至于旁边那只老虎精，他受到了极强的震撼，心里却只有简简单单的4个字：卧槽！卧槽！本来他就是想来跟我学点神通法术混口饭吃，结果我张口就要推翻天道诛灭神佛，他只觉得这剧本不对啊，现在退出还来得及吗？看来我拿西游世界观信口胡诌，显然是震慑了2妖。反正先画个大饼，让这帮妖怪有个奋斗方向就完事了。接下来为师给你们讲讲什么是君子之道，你们要记住，这天地间的至强者，没有一个是好战分子，每一个行事都稳得一批。出招之前已经把后面几万种可能性全盘算清楚，就算你们以后成了强者，在这些老阴笔面前也还是刚出新手村的菜鸟。只有先把怎么做人学会了，才有资格往下走。而我今天要传的道法，都是从圣人经和道德经里摘出来的精华，不知不觉我便讲了一晚上。我口干舌燥的摆摆手，准备回去睡觉。至于这2只妖怪能领悟多少，那就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。反正我讲的足够认真，至于内容嘛，懂的都懂。我走后，猴子抓耳挠腮，急得直转圈，每个字他都认识，可连在一起就跟天书似的。老虎精也是2眼一抹黑，完全找不着北。但师傅说过不耻下问，有啥不懂的就问师兄。孙悟空只好硬着头皮当起翻译官，逐字逐句开始琢磨。师傅说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，这个字应该指的是我。逝者吗？肯定是师傅打死的妖怪，连起来的意思就是师傅打死的那些妖怪排着队顺着河往下飘，白天黑夜都不带停的。猴子越翻译眼睛越亮，顿时有种拨云见日的感觉。原来师傅这么猛，是因为他把妖怪一个个打服，不服的全打死扔河里喂鱼了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感觉自己离真相越来越近。这位仙风道骨的师傅也是从尸山血海里杀出来的狠人。可老虎精不这么想，他皱着眉头提出质疑：师傅不是一直教我们要稳健吗？打死妖怪不毁尸灭迹，这不科学啊！突然老虎精一拍大腿：猴哥，俺懂了。师傅说的那条河根本不是什么大河，而是时间长河。只有把尸体扔进时间长河里，那才是真正的毁尸灭迹，死得干干净净，连渣都不剩。一猴一虎越琢磨越离谱，紧接着他们又从岁寒然后至松柏之后雕也，领悟出一套修炼法门，说是在亿万年都不会融化的极寒之中，像松柏一样把自己冻成冰雕，用这种极限环境来淬炼肉身。难怪师傅性情那么淡薄，原来是被冻过。而那句朝闻道夕死可以，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更绝了。早上不是修炼的好时候，晚上才是最佳时间。明明是一本儒家经典，硬生生被这2货解读成功法秘籍。要是我当时在场听到这套歪理邪说，估计当场就能背过气去。到了夜半时分，我虽然看不见，但能感觉到四周的灵气突然躁动起来，疯狂地往猴子那边涌。只因猴子开始按圣人经修炼，方寸岛的灵气化为炙热的法力，朝他的灵台各处冲击而去。紧接着修为就开始蹭蹭往上涨，一个时辰一个变化，根本停不下来。我心里直打鼓，这猴子又在搞什么名堂？当清晨第一缕阳光照耀在2只妖怪的身上时，一道雷霆之声在悟空脑海之中炸响，紧接着一股恶臭扑面而来，像是有什么东西从他身上排出来。天上的劫云开始凝聚，雷声滚滚。我虽然瞎蛋听也听出来了，这特么是渡劫的动静，猴子要成仙了。我这才想起来，这猴子天生就是灵明是猴，本该是先天之体无尘无垢，可他在花果山吃了这么多年凡间食物，先天之躯已经毁去，已非先天石猴。要是他保持着先天资质，闹天宫的时候何止是惊动如来，怕是能把天庭掀个底朝天。但今晚他修炼那套圣人经，居然把身体里的杂质全排干净了，硬生生把先天之体又练了回来。我正琢磨着，10天上的雷却已经憋不住了，数道银白色的闪电同时劈下来，第一道直接轰在猴子身上，这憨货居然动都没动，硬是用肉身扛了下来。但这天雷是一节更比一节强，眼看着数道雷劫接连落下，只听一声爆响，猴子终究没顶住这煌煌天威，被一道粗壮的紫雷硬生生劈入，如陨石般狠狠砸入大地。我心头一凉，以为这憨货死定了。可就在这时，一阵狂放的笑声突然从地底传出：斩断昔日旧枷锁，今日方知我是我。打遍3界棍无双，再战此界又何妨？然而这猴子屁事没有，很快从砸出的大坑里爬出来，拍拍身上的灰，还挺舒服。就这雷劫也配叫天劫，一直扛到第5道雷，天上突然消停了，几个时辰都没动静，然后一道比之前粗大1圈的雷霆轰然砸落，猴子周身电光奔涌，身上的衣服瞬间化成飞灰，他喉咙里发出一声闷哼，体内10万颗神魔不灭粒子疯狂运转，把雷霆之力全吞了进去。接下来3道雷一道比一道狠，猴子额头上浮现出繁杂的道纹，距离真仙只差临门一脚。与此同时，千里之外的云层中，一头通体雪白的小龙显露身形，这是西海龙宫3太子敖烈，本来是追踪杀害大先锋的凶手，结果撞见有人在渡真仙雷劫，他躲在云里看热闹。第129000道灭神惊雷落下的时候，孙悟空直接被轰成了渣。可就在他识海深处，我平时湖州的那些圣人道理突然浮现出来：三魂可灭，匹夫不可夺之也。灵魂化成齑粉的瞬间，一股道运从虚无中诞生。猴子在生死之间对我那些废话有了全新的领悟。灭神雷再次劈下，他的灵魂又一次湮灭，可每次被击碎，他都在虚空中重铸神魂，每一次重铸都比之前强上1分。远处偷看的敖烈浑身发抖，
这人渡第8道雷劫用的是破而后立，当年自己渡第8道雷是靠家里法宝硬扛过去的，灵魂只碎了一小半，然后用雷劫之力修复融合，跟眼前这位比起来简直是个笑话。更吓人的还在后面，第9道雷劫竟然化成了人形，漫天雷云凝聚成一柄无上神兵。虚空中传来质问：孙悟空，你可知罪？猴子内心的回答没有丝毫动摇，他不尊神明，不敬圣人，这天地间值得他尊敬的只有那个啥也不会的瞎子师傅。一声怒吼，他一拳轰碎漫天雷云，打碎世间一切桎梏，当场立地飞升，体内神魔不灭粒子瞬间凝聚出100万颗，灵魂和肉身同时升华到新的境界。敖烈在西海上空看完这一出好戏，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，这岛上到底住着什么神仙？他暂时没了寻仇的心思，随后认准一个方向，化作一道白色闪电遁入云层，消失不见。另一边，猴子已经渡完了雷劫，稳稳当当坐在被雷劈出的大坑里，闭着眼睛稳固境界。我掐着点摸过去，一身白衣飘然出现在俩妖怪面前。悟空和虎先锋赶紧跪下行礼：“师傅，我们都在呢。”我笑了笑，语气轻松：“方才那雷雨声可真不小啊。”虎先锋张了张嘴，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。那么恐怖的雷劫在我嘴里就只是雷雨声，跟平常打雷下雨没啥两样。不过想想也对，我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比猴子这渡劫更猛的场面估计都看腻了。不稀奇，真不稀奇。就连猴子也心思活泛起来，暗暗琢磨：师傅这是知道我渡劫成功了，故意说成雷雨声是想让我戒骄戒躁，别因为过了个区成仙雷劫就飘了。想到这儿，猴子拱手行礼：“师傅说的对，确实只是小小的雷雨声，不值一提。”我点点头。其实刚才听那雷响的厉害，我还挺害怕，而且光打雷不下雨总觉得怪怪的。既然你们都说只是雷雨声，那应该没啥事。接下来为师继续给你们讲圣人经吧。虎先锋和悟空对视一眼，然后眼里充满了期待。接下来的日子又恢复了往日的节奏。白天，悟空带着虎先锋做体能训练，俯卧撑、深蹲、长跑一样不落。猴子还把神魔镇狱境的修炼法门传给了老虎，让他也开始凝聚神魔不灭粒子。再加上每天晚上听我瞎扯那些君子之道，虎先锋修炼起来那叫一个顺风顺水。听我讲了半个月，到顺利从河道中期步入后期，他自己都觉得邪门，这修炼怎么跟拉屎一样顺畅，想憋都憋不住。可一到河道后期，老虎精就卡住了，怎么都迈不过那道坎。他那个郁闷啊！明明看猴哥突破真仙，跟吃饭喝水似的轻松，轮到自己怎么就那么难？更让他憋屈的是，跑去问猴子有没有突破的小技巧。悟空则是一脸古怪的挠挠头：技巧什么技巧？渡仙劫很难吗？不是有手就行吗？这一天已是真仙后期的猴子突然说道：“君子谋道不谋食，君子忧道不忧贫。只因我讲述的圣人经中，一切功法神通都能解释得透，唯独君子二字难以理解。纵观圣人经，全文一共上百个君子，可见我对君子之道看得很重。”然而猴子却怎么也参不透这君子究竟是何意，所有跟君子沾边的修炼法门他都悟不进去，天仙那道门槛就是迈不过去。现在正是修行最关键的时候，硬生生卡在这2个字上，要是弄不明白，不知道要浪费多少年。他现在才反应过来，我当初为啥死活不肯直接教功法，就他自己这悟性连君子都搞不懂，确实是愚钝到家了，只能厚着脸皮去请教。这么想着，猴子也不矜持了，直奔师傅住的那间石屋。这屋子还是当初我让他练功时盖的，说是要训练他对力量的掌控，他确实完成的不赖。一间石屋盖得板板正正，但他觉得对我这样的仙人来说还是太简陋了。屋里就一张石桌，几把石椅，墙上挂着他按我吩咐从千里之外的镇上求来的文房四宝。而此时我一袭白衣端坐在书桌前，正凭借记忆书写着前世的名篇和诗词。我记忆很好，尤其是穿越之后记忆力出奇的好，但我始终信奉好记性不如烂笔头，那些名篇名句能写就写下来，反正也看不见。在这荒岛上除了吃就是睡，总得找点事打发时间，一来二去就养成了练字的习惯。想着以后要是能离开这鬼地方，去别处游历的时候，这些东西没准能派上用场。我现在这气质，除了那股装出来的高人风范，还真添了几分读书人的儒雅，显得越发深不可测。我坐在石屋里，刚写完一篇《兰亭集序》，手里的毛笔还没放下，外面就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动静。这声音已经持续好几天了，每次都在我讲课的时候出现。起初我以为是岛上的野兔子，但今天这动静格外清晰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靠近。我握紧毛笔，表面依旧云淡风轻。悟空和虎先锋正在门外演练体能，我端坐桌前继续默写前世的名篇。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我随口念出刚写完的句子，完全不知道窗外有条白龙正在偷听。那条白龙浑身鳞片都在颤抖，眼珠子瞪得像铜铃，嘴里喃喃自语：这是龙族古语，学是龙族的灵，习是龙族的爪。师傅这是在传授龙族至高功法。他越琢磨越觉得有道理。堂堂西海龙宫三太子敖烈，此刻蹲在窗外像条泥鳅。我继续写着：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敖烈的龙脑瓜子嗡嗡作响，这是龙族失传的君子龙诀。他终于忍不住了，砰的一声撞碎窗户冲了进来。我手里的毛笔直接下掉在地上，眼前一片漆黑，只感觉一股劲风扑面，腥味重得像进了海鲜市场。完了完了，这次是条大家伙！不料失踪多时的系统精灵却突然在脑海里幸灾乐祸着：宿主，
这是西海龙宫三太子敖烈专门来找你报仇的，因为你徒弟杀了他的大先锋，结果被你几句话忽悠去了。我表面镇定自若的弯腰捡起毛笔，内心已经骂了1万句脏话。敖烈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额头磕的石板砰砰响。弟子敖烈求师傅收我为徒。我愣了一下，这是唱的哪出？来找茬的结果拜师了，这龙脑子是不是有问题？但是已至此，只能硬着头皮演下去。既然来了，就一起听课吧。我挥了挥手，故作高深状。敖烈激动的龙尾都翘起来了。从此岛上又多了一个妖怪徒弟。悟空和虎先锋看着这条龙，眼神里都是你来干嘛的表情。第二天讲课，我随口说了句温良恭俭让，这本来是《论语》里的5个字。敖烈听完龙眼放光，师傅这是在指点我的龙族功法。温是温龙形态主防御，良是良龙形态主治愈，恭是恭龙形态主控制，简是简龙形态主能量压缩，让是让龙形态主闪避。他当场就开始演练，龙身在院子里扭来扭去，我啥也看不见，只听到呼呼的风声，心里嘀咕这龙是在干嘛？悟空和虎先锋看得目瞪口呆，只见敖烈每扭一下，身上就泛起不同颜色的光芒。温龙形态时全身鳞片紧缩如盾牌，良龙形态时鳞片间渗出治愈的光晕，恭龙形态时龙威收敛像个书生，简龙形态时身体缩小能量却更凝练，让龙形态时快如闪电一闪即逝。5种形态切换行云流水，短短3天时间，敖烈就把这5种形态练得炉火纯青，整天在岛上飞来飞去显摆，每次飞到我面前都期待我点评，我啥也看不见，只能点点头。不错，继续努力。敖烈感动得眼泪汪汪，师傅果然高人风范，如此神功在他眼里只是不错。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，我每天吃吃喝喝讲讲故事，徒弟们每天修炼越来越强，直到这一天，西海上方乌云滚滚，数千虾兵蟹将列阵而来，为首的是西海龙王敖闰，身后跟着9位龙子龙孙，气势汹汹杀向方寸岛。原来敖烈失踪的消息传回龙宫，西海龙王派人打探，得知三太子在方寸岛拜了个瞎子为师，龙王勃然大怒，我儿子堂堂龙宫三太子居然拜一个凡人为师，这要是传出去，龙族的脸面往哪搁？于是点齐兵马前来讨伐，数千水族将方寸岛围得水泄不通，虾兵举着长戟蟹将挥舞大钳，龟丞相摇着扇子喊话：敖烈，你这个逆子，还不快出来跟你父王回去！跪在那个瞎子面前成何体统？我正在屋里吃水果，听到外面的喊声，手一抖，果子差点掉地上。完了完了，人家家长找上门了，这是要抓我回去炖汤啊！系统精灵又开始幸灾乐祸，宿主别慌，你那徒弟现在可不是好惹的。话音刚落，敖烈就冲了出去，只见他化作一条100丈白龙，盘旋在方寸岛上空，浑身散发着5种颜色的光芒。父王孩儿现在是师傅的弟子，不能再回龙宫了。敖烈的声音响彻云霄，龙王气得胡子都翘起来。逆子，你说什么胡话？那个瞎子能教你什么？今天我就让你看看那个瞎子有多废物。说完一挥手，大军压上。敖烈眼中闪过一丝无奈，既然父王执迷不悟，那就别怪孩儿不客气了。他运转温龙形态，全身鳞片层层叠叠如同铁甲，数千虾兵的攻击打在上面纹丝不动，随后切换良龙形态，龙身所过之处光芒洒落，那些受伤的虾兵瞬间痊愈，再切换弓龙形态，龙威收敛到极致反而更加恐怖，冲在最前面的蟹将直接定在原地，紧接着是减龙形态，100丈龙身缩到10丈，但每片鳞片都蕴含着爆炸性的能量，最后一招让龙形态，白光一闪，他已经出现在龙王面前，速度之快连影子都追不上。父王得罪了，敖烈伸出龙爪轻轻的一推，龙王直接倒飞出去，但就在即将撞到山崖时，敖烈又用良龙形态接住了他，这一套操作行云流水，龙族大军全部看傻了眼，这是什么邪术？怎么三太子变得这么强？敖烈悬浮在半空中，对着数千水族一字一句：子曰以直抱怨。数千条鱼虾龙蟹集体懵逼，这是什么咒语？怎么听不懂，但感觉很厉害的样子。龙王挣扎着爬起来，眼神复杂的看着儿子：逆子，你这是什么功法？敖烈昂起头颅，一脸骄傲：这是师傅教的儒道，温良恭俭让，武德化五龙。龙王倒吸一口凉气，儒道这是什么道门？为何他活了万年从未听过？这时一道白衣身影缓缓走出，正是我在虎先锋的搀扶下现身。悟空和大鹏一左一右护卫，我其实腿都软了，但表面必须稳住。这么多妖怪，今天怕是要交代在这儿，但说出来的话却是：龙王远道而来，不如进屋喝杯茶再走。龙王看着我，眼神复杂，这个凡人明明毫无法力波动，为何能让儿子脱胎换骨？他身后9个龙子龙孙也在窃窃私语，能教出三太子这样的高手，这个瞎子绝对不简单，莫非是隐藏在人间的上古大能，故意装成瞎子游戏红尘？龙族最是欺软怕硬，一旦遇到真正的高人，跪得比谁都快。龙王脸色阴晴不定，我见他不说话，以为还要动手，赶紧又补了一句：若龙王想学这门儒道，也可留下来听课，反正一只羊也是赶，一群羊也是放。龙王浑身一震，什么这个高人愿意教他？于是他当场就跪下了。父王你！敖烈傻眼了，刚才还打生打死，现在就要拜师，住口，还不快给师傅让位！龙王瞪了儿子一眼，恭恭敬敬给我磕了3个头，弟子敖闰求师傅收我为徒。我站在那里面无表情，内心已经笑疯了，又收一个还是龙王，这下西海海鲜全归我了。但说出来的话却是：既然有缘，那就一起吧。正好昨天没吃饱，龙王大喜过望，转头对着数千水族挥手，
都回去告诉王妃，我要在方寸岛修炼，什么时候学成什么时候回宫。以后西海龙宫的大小事务暂时交给大太子打理。数千虾兵蟹将面面相觑，龙王也跟着三太子疯了，但还是乖乖退兵。一场大战就这么戏剧性收场。我回到屋里长舒一口气，系统精灵笑得打滚，宿主你这忽悠能力，不去做传销可惜了。现在龙族都入坑了，我翻了个白眼，滚犊子！我这叫靠智慧生存。系统精灵悠悠来了一句，你确定不是靠运气？我看着漆黑的眼前，陷入了沉思，也对，全靠运气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岛上又多了一个徒弟，而且还是龙王级别的大妖。接下来的日子更加热闹，悟空每天带着虎先锋做体能训练，俯卧撑从1万个加到10万个。敖烈整天琢磨他的如龙舞形态，非要让我给每招取个名字。我随口说温龙无悔，良龙济世，攻龙朝圣，减龙归元，让龙无痕。敖烈当场顿悟，5招威力直接翻倍。龙王每天跟儿子对练，一边打一边背论语，虽然背得磕磕巴巴，但进步神速。最有意思的是晚上讲课，我讲卧冰求鲤，敖烈听完眼泪汪汪，师傅这是在叫我孝道，我以后一定要对父王更好。龙王在旁边也感动了，儿子你终于懂事了。父子俩抱头痛哭，我在旁边一脸懵逼，这特么是24孝的故事，你们龙族脑回路怎么长的？但不管怎么样，感情越来越好。悟空看得直挠头，这群龙怎么这么爱哭？虎先锋在旁边悠悠来了一句，猴哥你不懂，这叫龙的传人。悟空更懵了，啥意思？虎先锋也解释不清楚，反正就是很厉害的样子。我每天就在这种诡异的氛围中度过，表面是世外高人，实则是混吃等死的瞎子，靠着忽悠活了一天又一天。方寸岛的海风很咸，日子很慢。我在这咸湿的风里写下了一个又一个谎言，而这些谎言正在创造一个又一个神话。那些神话里的主角，此刻正在门外挥汗如雨，俯卧撑做到怀疑人生，而我只需要坐在屋里，偶尔念几句论语，就能收获满门妖怪的崇拜。这买卖划算，虽然风险大了点，但富贵险中求。龙族入坑只是开始，后面还有更多的大妖等着。我躺回石床上闭目养神，系统精灵悠悠开口：宿主你就不怕翻车？我翻了个白眼，怕什么？车到山前必有路，有路必是忽悠路。话音刚落，外面传来敖烈的惊呼：师傅，我突破真仙了！我疼得坐起来。什么？这才几天就突破了？系统精灵悠悠道：你教的儒道确实有点东西，加上龙族底子后，不突破才怪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这下更麻烦了。徒弟越强越容易招来大佬，但表面还是要淡定。不错，继续努力，争取早日天仙。敖烈在外面感动的嗷嗷叫：师傅对我太好了！我躺在屋里欲哭无泪，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？但既然上了这条贼船，只能一条道走到黑。至少现在岛上的妖怪越来越多，我的伙食也越来越好。昨天吃的是西海空运的龙虾，今天据说要去抓北海的螃蟹，这日子倒也滋润。我翻个身继续睡，窗外海风习习，几个徒弟正在刻苦修炼，而我这个所谓的师傅正在梦里啃鸡腿。这就是方寸岛的日常，一个瞎子和一群妖怪的故事才刚刚开始，而西海龙王的入坑只是这场闹剧的又一个开场，后面还有多少大妖等着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只要还能忽悠，我就能一直活下去。龙族父子俩每天在岛上背论语，敖烈一边背一边画龙翻腾，龙王一边背一边写心得体会。悟空看着这俩龙直挠头，猴子想不通龙族为啥要学这个。虎先锋在旁边悠悠来了一句：可能这就是文化人。我每天吃着西海空运的海鲜，日子过得比皇帝还滋润。但这安逸日子没过几天，这天我正在屋里睡午觉，突然外面传来一声巨响，整个石屋都在摇晃，我疼得坐起来。什么情况？地震了还是海啸了？系统精灵的声音悠悠响起：宿主别慌，有妖怪上门找茬了。我翻个白眼，又来了，上次是龙族，这次又是谁？系统精灵没接话，只嘿嘿笑了2声。我懒得追问，反正问了也看不见。在虎先锋搀扶下，我走出石屋，站在高处摆出高人姿态。远处传来轰隆隆的巨响，那是悟空在和什么东西打架，拳拳到肉的声音震得地面发颤，还夹杂着一声声沉闷的牛叫。我听着那牛叫声，心里嘀咕：哪来的野牛跟猴子干上？虎先锋在旁边兴奋的直跺脚：师傅猴哥真厉害，光靠肉身就跟那牛妖打成平手。我点点头，肉身是一切的基础。其实心里想的是管他谁赢，反正别打到我就行。正想着，那牛叫声越来越近，随即一声巨响后安静了。虎先锋说那牛妖跑了，我松了口气，回屋继续躺平。傍晚悟空回来，我随口问了一句：今天打雷了？悟空愣了一下，挠挠头：师傅那不是雷，是只牛妖。我耳朵一动，牛妖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那可是大妖，但表面依然淡定。来切磋一下也好。悟空嘿嘿一笑：师傅说的对。夜深了，我躺在床上，系统精灵悠悠开口：宿主你知道那牛妖为啥跑吗？我翻个身，爱跑不跑，只要别来烦我就行。系统精灵笑而不语。第二天一早，虎先锋慌慌张张跑进来：师傅，外面来了头牛，跪在门口，还捧着2个大西瓜。牛什么牛？昨天那个牛妖。我赶紧穿好衣服走出去，虽然啥也看不见，但气势必须摆足。走到门口，果然听到沉重的呼吸声，还有一股子牛骚味扑面而来。那头牛见我出来，立刻磕头，砰砰砰，额头砸得地面直响。我站在那儿一动不动，心里慌的一批，这又是唱哪出？但说出来的话却是：既然来了就起来吧。那牛妖激动的哞哞直叫：师傅，这是收我了。
我点点头，表面云淡风轻，其实都还没反应过来他是谁。但管他是谁，反正现在是我徒弟。从此岛上又多了一头牛，按入门顺序排：悟空大师兄、虎先锋二师兄、敖烈三师兄。这头牛是4师弟，虎先锋腿都软了，这么大个头的牛妖叫他二师兄。敖烈在旁边憋着笑，叫了一声4师弟，那牛妖老老实实回叫3师兄。敖烈吓得赶紧摆手：别，您太客气了。这牛妖一脸憨厚，没觉得这有什么问题。我在旁边听着他们的对话，心里直犯嘀咕，这牛妖什么来头？怎么连敖烈都怕他？但懒得想，反正现在是我徒弟，以后慢慢就知道了。接下来几天我开始讲课，这天讲3、4、2后行，本来是想教他们做事要谨慎，结果这牛妖听完眼睛亮了。3、4、2后行就是打架前想3次，于是他每次出手前都要愣3秒。悟空跟他切磋急得直挠头：4师弟你倒是打。牛妖一脸严肃：我在3思，第1次想打不打，第2次想怎么打，第3次想打完怎么跑。悟空翻个白眼：等你3思完，天都黑了，我早打完收工了。牛妖委屈巴巴：师傅教的。我听到这话差点笑出声，但表面依然淡定，领悟的不错。改天讲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。牛妖听完连夜搬家，不住山洞改筑地下堡垒，那堡垒挖了300丈深，四周全是机关陷阱，门口还挂着牌子危墙勿进。悟空去看了一眼，回来告诉我：师傅，4师弟把家搬到地底下去了。我憋着笑说：他确实很稳健。最绝的是我随口一句凡事预则立，本来是想说做事要有准备，结果牛妖学会了写作战风险评估报告，每次打架前先掏出一卷竹简，上面密密麻麻全是字，悟空偷偷拿来给我念过，对手姓名、实力、背景、可能的后台关系网，打赢了会得罪谁，打输了怎么跑路，跑不了有没有替死鬼，一整套风险评估体系。悟空念完我直接无语了，这是打架还是写论文？但说出来的话却是很有想法。这天终于有妖怪来犯，是一只不知天高地厚的狮子精，想来方寸岛抢地盘。牛妖掏出罗盘算吉时，算完收起竹简，脸色凝重：今日不宜动武，我们明天再打。狮子精一脸懵，没明白啥意思。牛妖一本正经根据风险评估，今日动手凶多吉少，你先回去，明天再来。狮子精气得直跳脚：我来都来了，你让我回去？对，明天再来。狮子精怒吼一声冲上来，还没等靠近，悟空一拳就轰飞了。牛妖急得直跺脚：师兄你太不稳了，万一他有后台怎么办？万一他后面有90元圣？万一90元圣后面有太乙救苦天尊？万一太乙救苦天尊怪罪下来？悟空听得直翻个白眼，牛妖一脸悲愤，这是稳健。我在屋里笑得直拍大腿，这个牛妖太有意思了。系统精灵也在狂笑：宿主你知道这牛妖是谁吗？我翻个白眼，爱谁谁，反正现在是我徒弟。系统精灵嘿嘿一笑：他就是牛魔王。我愣了一下，啥？那个7大圣之首的牛魔王？系统精灵点头表示没错，所以你刚才叫他牛妖，他一点不生气，还挺高兴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牛魔王成了我4徒弟，还叫我师傅。系统精灵幸灾乐祸：对，而且他完全被你洗脑了，现在满脑子都是稳健。我想想刚才那个风险评估报告，再想想那个300丈深的堡垒，突然觉得这世界太魔幻了。平天大圣牛魔王，妖界扛把子之一，现在变成了稳健派，打架前要先写报告，出手前要3思再3思，住的地方挖到地心去。这是要是传出去，7大圣的脸往哪搁？但转念一想，关我屁事。他现在是我徒弟，越稳越安全，越稳我越不用担心被连累。于是我决定继续加码，以后要多给他讲点成语，让他好好领悟。接下来的日子更热闹了。牛魔王每天写风险评估报告，写得比翰林院的学士还认真。敖烈每天练如龙武形态，边练边被温良恭俭让。龙王每天跟儿子一起对练，父子俩一边打一边讨论论语。悟空每天做俯卧撑已经加到200万次了，肉身强的能扛山。虎先锋每天负责挨打，被几个师兄当陪练，进步飞快，实力蹭蹭往上涨。我每天吃吃喝喝讲故事，日子过得逍遥自在。直到这天晚上，牛魔王突然跑来敲门。师傅，我有问题请教。我正睡着呢，被吵醒，强压着火气让他进来。牛魔王恭恭敬敬跪在地上，手里捧着一卷竹简。师傅，您看我写的这份风险评估报告有没有需要修改的地方？我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。大半夜的你就问这个？但表面还是淡定。念来听听。牛魔王清清嗓子开始念。自定于明日与悟空师兄切磋，风险评估如下：第一，悟空师兄实力深不可测；第二，悟空师兄出手没有规律；第三，悟空师兄经常不按套路出牌，综上风险等级极高，建议取消切磋，改为观摩学习。我听完直接无语了，你这是风险评估还是劝退书？但说出来的话却是写得不错，继续努力。牛魔王大喜，国王认为我是认可他了，他得继续精进。说完兴高采烈走了，我躺回床上长舒一口气，这牛脑子有坑啊！系统精灵笑疯了，宿主你这是误人子弟，你懂什么？我这叫因材施教。牛魔王需要的就是稳，越稳越好，越稳越不会出事，不然以他那个脾气，得罪的人能绕西海3圈。系统精灵沉默片刻，也觉得有道理。我翻个身继续睡。管他呢，反正现在岛上热闹，龙族牛族都齐了，下一个会是谁呢？大鹏还是狮子，或者9头虫？管他呢，来一个忽悠一个，来2个忽悠一双，反正狮子多了不痒，债多了不愁。我在方寸岛的日子，每天都有新惊喜，每天都有新笑料。而我这个瞎子师傅，就在这群妖怪的簇拥下，继续装我的高人，继续忽悠我的徒弟。反正只要还能忽悠我，就能一直活下去。这就是我的忽悠之道，从忽悠猴子开始，到忽悠龙族，忽悠牛族。下一个目标是谁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一定会有下一个，因为西游还在继续，因为佛门还在盯着，那些大妖迟早会找上门，到时候就看我的忽悠大法
能不能继续奏效了？方寸岛的海风依然很咸，我躺在石屋里，听着外面徒弟们的动静，嘴角浮起一丝笑意。这群傻妖怪真好忽悠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悟空每天做俯卧撑做到手抽筋，虎先锋天天挨打实力蹭蹭涨，敖烈把论语倒背如流，龙鳞都闪着如光。牛魔王写了厚厚一摞风险评估报告，堡垒挖到了地心深处，说是最安全的地方。我每天吃吃喝喝，讲讲前世的故事，徒弟们听得如痴如醉，修炼突飞猛进。不知不觉5年过去了。这天我正在石屋里打盹，脑海里突然响起一阵刺耳的警报声，叮！系统检测到多位大能关注宿主，为防止暴露，将提前激活部分功能。我一个机灵做起来，什么情况？系统不是要500年后才激活吗？现在才5年就提前了。系统精灵的声音响起，语气难得正经。宿主，你这几年忽悠的动静太大，引来太多大能关注，再不激活你可能会被切片研究。那我谢谢你了。系统继续播报激活功能如下：危机预警，沙雕值系统暂时势力兑换。沙雕值获取方式让他人产生误解，让高人自我怀疑，让徒弟练出离谱功法。沙雕值商城可兑换暂时势力5分钟，可兑换系统代打3分钟，可兑换胡说八道大全永久。我听得眼睛发亮，虽然还是看不见，但心里乐开了花。这下有金手指了，赶紧查看沙雕值余额。系统提示：当前沙雕值10万点，来自龙族入坑、牛魔王入坑以及各种离谱领悟的累积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先兑换个暂时势力看看，扣除1万点沙雕值，眼前突然一片光明。5年了，整整5年我什么都看不见，现在终于能看见了。我激动得差点哭出来，赶紧看向四周，石屋简陋，只有10桌10椅，墙上挂着我默写的那些名片，字迹歪歪扭扭，但还算工整。我推开门走出去，阳光刺眼，让我眯了好一会儿，然后看到了这辈子最震撼的画面。院子里，一只金毛猴子正趴在地上做俯卧撑，浑身肌肉虬结，身后隐约有神魔虚影闪烁，每做一下地面就震3震。那应该就是悟空齐天大圣孙悟空。旁边一只巨大的老虎蹲坐着，憨头憨脑，眼神清澈，像只大猫，正盯着悟空数数1001、1002。这是虎先锋，我的2徒弟。天上一条白龙盘旋翻腾，鳞片在阳光下闪闪发光，嘴里念念有词，温良恭俭让。龙身扭出各种奇葩姿势，这是敖烈西海龙宫3太子。最离谱的是角落里一头巨型黑牛，比房子还大，浑身漆黑发亮，正蹲在地上，前提握着一根巨大的毛笔，在一卷竹简上认认真真写字。我揉揉眼睛在看，没错，一头牛在写字，那竹简上密密麻麻全是字，标题写着与东海龙王谈判风险评估报告。我直接懵了，这特么就是牛魔王，平天大圣牛魔王在写报告。虽然早就知道了，但亲眼看见还是很震感。系统精灵笑得打滚，宿主你没看错，那就是你4徒弟牛魔王，现在妖界人称稳健牛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平复心情，正要走过去仔细看看，突然天空传来一声尖锐的鸣叫，抬头一看，一道金光从天边激射而来，速度快得惊人，眨眼间就到了头顶。那是一只巨大的金翅大鹏鸟，双翅展开遮天蔽日，眼睛像2盏灯笼死死盯着下方。悟空第一时间跳起来摆出战斗姿态，敖烈停止翻腾盘旋警戒，牛魔王扔下毛笔掏出罗盘开始算计时，只有虎先锋还傻坐着没反应过来。大鹏鸟俯冲而下，速度快到看不清，只一道黑影闪过，虎先锋不见了。我眼睁睁看着那只大鹏抓着虎先锋冲天而起，悟空怒吼一声腾空追去，敖烈化作白光紧随其后。牛魔王收起罗盘跺脚，今日不宜动手啊，但也硬着头皮飞上去。可那大鹏速度实在太快，眨眼间就把悟空他们甩开一大截，在天空盘旋几圈，发出得意的鸣叫，然后俯冲下来，把虎先锋扔在地上。虎先锋摔得七荤八素，半天爬不起来。大鹏落在不远处，化作一个金衣男子，目光扫过众人，最后落在我身上。谁是头出来受死？声音尖锐刺耳，透着不屑。悟空挡在我身前，浑身金光暴涨。牛魔王掏出竹简，开始快速翻阅。敖烈盘在空中龙威弥漫，我站在原地，表面稳如老狗，内心慌的一批，这大鸟什么来头？速度这么快，悟空都追不上。系统精灵紧急播报：宿主，这是大鹏金翅雕，如来舅舅，3界速度第一，奉如来之命来查看西游计划变故。我头皮发麻，如来舅舅那不就是妖怪祖宗吗？这下踢到铁板了。但事已至此，只能硬刚。我悄悄打开沙雕值商城，还剩9万点，兑换系统代打3分钟需要5万点，兑换暂时势力还有1分钟到期，赶紧再兑换一次暂时势力，又扣1万点。现在沙雕值还剩3万。大鹏见我不说话，以为我怕了，冷笑着迈步向前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缓缓走出悟空的保护圈，虽然腿在抖，但步伐必须稳，对着大鹏抬起手，以速度虽快，但可知大道至简，真正的强者一招即可定乾坤。声音平淡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意味。大鹏愣了一下，随即哈哈大笑，一招你能碰到我一根羽毛算你赢。我没有再说话，心中默念系统兑换系统代打3分钟。叮，扣除5万沙雕值，系统代打启动倒计时3分钟。瞬间一股恐怖的力量涌入体内，我浑身泛起金光，那光芒越来越亮，刺的大鹏睁不开眼。悟空等人也惊呆了，师傅这是要出手了？5年了，从来没见师傅动过手。我双手缓缓合拢，脑海中浮现出当年教悟空的那招领域展开，但这次不是我瞎喊，而是系统代打自动匹配的最强版本。双手之间一个领域疯狂凝聚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亮，周围的空气都在震颤。大鹏脸色变了，想讲的是非，但身体像被定住一样动弹不得。
领域膨胀到极限，我双掌向前推出，下一刻整个领域都在震颤，无数道粗大的能量光柱从虚空中浮现，从四面八方锁定同一个目标，轰然射出，直奔大鹏而去。所过之处，空间都在崩塌，连石头都被绞杀成虚无。大鹏拼尽全力闪避，速度快到留下无数残影，但那光柱竟然像长了眼睛，在空中拐了个弯，死死随着他。轰的一声巨响，光柱擦着大鹏的翅膀掠过，几根金色的羽毛飘落，瞬间被光柱的高温烧成灰烬。大鹏被冲击波震飞出去，撞塌了3座山头才停下来。3分钟时间到，我身上的金光瞬间消散，一股强烈的虚脱感袭来，差点直接坐地上。但我知道不能倒，强撑着负手而立，脸色苍白但表情淡然。悟空等人激动的嗷嗷叫：“师傅太厉害了！”一招就打飞那只大鸟。大鹏从碎石中爬出来，捂着受伤的翅膀，眼神从愤怒变成震惊，再变成狂热。这是什么神通？他竟然能锁定我的速度，3界之内没人能追上我，除了这个瞎子。他一步步走回来，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，额头磕在地上，砰砰作响，求师傅收我为徒，我要学这招。我站在那儿看着他，心里长舒一口气，总算忽悠住，但表面依然淡定。既然有缘，就一起听课吧。大鹏激动的浑身颤抖，师傅真的收我了？我点点头，转身往回走，每走一步都感觉腿要断，但必须保持高人风范。走进石屋，关上门，直接瘫坐在地上，大口喘气。系统精灵笑得直抽抽，宿主，你这波装的可以，5万沙雕值没白花。我翻个白眼，差点就露馅了，下次再也不玩这么大。外面传来大鹏兴奋的叫声，师傅教我的神功，我现在就练。我隔着门缝看出去，大鹏站在院子里，双手合拢，学着我的样子大喊领域展开。结果什么也没发生，他愣了一下，又试一次，还是没反应。第3次他憋足了劲，双手之间终于冒出一点光，然后砰的一声炸了。大鹏被炸得满脸焦黑，头发根根竖起。悟空捂着脸不忍直视，敖烈扭过头假装看风景。牛魔王掏出竹简开始记录，新师弟初次修炼失败，建议加强安全培训。虎先锋刚从地上爬起来，看到这一幕又趴下来。我靠在门板上笑得直抽抽，这个大鹏果然不太聪明。系统精灵悠悠开口，宿主，你现在有猴有虎有龙有牛有鸟，可以开动物园了。我翻个白眼，滚犊子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大鹏虽然中二了点，但实力确实恐怖，以后打架不用怕了。接下来的日子更热闹了，大鹏每天练领域展开，炸了自己留下少女。岛上的山头被他炸平了3座，悟空实在看不下去，四师兄你这样练不行。大鹏一脸委屈，师傅就是这么教的。悟空挠头，师傅那是境界到了，你还没到那个境界。大鹏不服气，继续练，又是一声巨响，这次把自己炸进了海里。牛魔王掏出竹简记录，今日4师弟练习神功失败，落海位置北纬某某，东经某某，建议打捞方案如下。敖烈摇摇头，化作白龙钻入海中，把大鹏叼了上来。大鹏吐着海水还不忘问：“3师兄，我刚才那招怎么样？”敖烈翻个白眼，挺好，炸得挺远的。我在屋里听着外面的动静，笑得直不起腰。这群傻妖怪真是一个比一个逗。晚上讲课的时候，大鹏坐在最前面，眼睛亮晶晶的盯着我。师傅，您那招领域展开是怎么练成的？等你把肉身练到极致，自然就能掌控。肉身极致要练到什么程度？我指了指外面的山，什么时候你能用肉身撞碎那座山，再来问我。大鹏二话不说冲出去，砰的一声撞在山上，山没碎，他眼冒金星。悟空捂脸，4师兄太实在了。牛魔王掏出竹简，今日4师弟撞击山峰，头部硬度评估如下。敖烈叹了口气，这师弟没救了。我端着茶杯笑得直抖，这个大鹏真是捡到宝了。虽然中二，但够听话，以后肯定能派上大用场。系统精灵悠悠开口，宿主，你还记得大鹏是谁的舅舅吗？我愣了一下，想了一会儿，对了，是如来的舅舅。我手一抖，茶杯差点掉了。对啊，如来的舅舅成了我徒弟，那如来岂不是要叫我师祖？系统精灵嘿嘿一笑，理论上是的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这下完大了。但转念一想，怕什么？反正已经忽悠了我了，再多一个如来也不多。我放下茶杯，继续装高人。夜深了，徒弟们都去修炼，我躺在石床上睡不着，脑海里回荡着系统的话。多位大能关注宿主，看来佛门已经盯上这里了。接下来的可能不是妖怪，而是真正的神仙。到时候还能忽悠住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必须继续变强。沙雕值还有3万，得想办法多赚点，让徒弟们领悟更多离谱功法，让他们更强，这样我才能更安全。第2天一早，大鹏又站在院子里练功。这次他没练领域展开，而是按照我昨晚的话，开始用肉身撞山。砰砰砰，声音震天响。悟空在旁边指导：4师兄，你要调动全身的力量，不能只靠脑袋。大鹏点头，继续撞。这次用肩膀，山势崩裂，掉下一大块。大鹏兴奋地嗷嗷叫：“大师兄，我成功了！”悟空翻个白眼，这才刚开始继续。牛魔王在一旁记录：今日4师弟撞碎山石一方，肉身强度提升5%，预计1个月后可撞碎整座山。敖烈在空中盘旋，不时扔下一句鼓励：“4师兄，加油，你是最壮的。”虎先锋蹲在角落，看着这群疯魔的师兄，嘴里喃喃自语：“我是不是也该练点啥？”我走出石屋，阳光照在身上，暖洋洋的。虽然看不见，但能感觉到徒弟们都在努力。为了我这个瞎子师傅，他们真的在拼命修炼。心里突然有点感动。这些傻妖怪虽然被我忽悠，但真心把我当师傅，那我这个师傅也得真心对他们好。虽然我啥也不会，但至少能让他们开心，让他们变得更强，这就够了。我站在那儿听着远处的撞山声，嘴角浮起笑意。方寸岛的日子还长着呢，
有这群傻徒弟陪着也挺好。系统精灵悠悠开口：“宿主，你变了。”我愣了一下，哪变了？以前只想着活命，现在居然开始想徒弟了。我沉默片刻，心想，可能这就是日久生情吧。就算是被忽悠来的，时间长了也有感情。系统精灵没再说话，远处传来大鹏的惨叫：“师傅，我又撞歪了。”我笑着摇摇头，这个傻鸟。方寸岛的海风依然很咸，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徒弟们一天天变强。我这个瞎子师傅继续装我的高人，继续忽悠我的徒弟，但这次不一样了，因为我知道他们不只是我的护身符，更是我的家人。虽然这话说出来连我自己都不信，但心里确实这么想。管他呢，反正都这样，继续忽悠，继续活，直到500年后系统真正激活的那天再说吧。可这话说完之后，日子一天天过去，500年时间一晃而过，500年的光阴在妖怪眼里不算什么，但对于我这个穿越者来说，真是熬白了头。好在身边有这群傻徒弟，每一天都过得热闹非凡。悟空做俯卧撑做了500年，肉身已经强到无法形容，随便一拳就能轰碎星辰。虎先锋挨打挨了500年皮糙肉厚，堪称3界第一沙包。敖烈背论语背了500年，龙族文气冲天，成了如龙始祖。牛魔王写报告写了500年，3界所有妖怪资料他全有。大鹏练功炸了自己500年，终于能完美掌控领域展开，虽然偶尔还是会诈骗。而我这个瞎子师傅在这500年靠着系统提前激活的部分功能勉强维持着高人形象，但今天不一样了。清晨我坐在院子里晒太阳，脑海中突然响起久违的声音：叮！500年期满，系统正式激活，恭喜宿主完成新手保护期，现在发放完整版系统功能。我愣了一下，500年真的到了。系统精灵的声音响起，语气里带着感慨：宿主，恭喜你活过了500年。你这语气好像我差点死掉似的。系统精灵嘿嘿一笑，差不多吧。你想想，这500年你忽悠了多少大妖，得罪了多少事，能活到现在真是奇迹。我懒得理他，开始查看完整版系统功能。系统提示：宿主可获得以下能力：第一，真实视力永久；第二，战斗力匹配当前最强徒弟；第三，任意穿梭3界；第四，可赋予他人能力；第五，可查看任何人的信息。我眼睛亮了，这波不亏500年熬出头了。正想着，外面传来一阵喧哗，5个徒弟齐刷刷跑进来。悟空满脸兴奋地告诉我，今天是个大日子。我一愣，问什么大日子？虎先锋抢着说，师傅来方寸岛整整500年。敖烈点头说，他们准备给我办个庆典。牛魔王掏出竹简开始念庆典方案：第一环节致辞，第二环节献礼，第三环节……大鹏打断他说，行了行了，师傅，我们准备了好多礼物。我心里一暖，这群傻妖怪还记得这个。正要说话，系统精灵忽然开口：宿主，检测到大量大能气息正在向方寸岛靠近，其中一道特别强大，应该是如来。我眉头一挑，佛门终于忍不住了。还没等我开口，天空突然金光大盛，梵音阵阵响起。如来佛祖率众菩萨降临灵山，文殊普贤观音地藏500罗汉3000比丘，阵仗比500年前去灵山时还大。悟空握紧金箍棒挡在我身前，虎先锋躲到我身后，探出脑袋张望。敖烈化作龙形盘旋在空中警戒。牛魔王掏出竹简快速翻阅查找资料。大鹏飞到半空挡住如来，质问是不是来砸场。如来连忙解释，舅舅误会了，是来请我去灵山论道。大鹏一愣，追问论道。如来点头说，500年前我在灵山讲到3界都传遍，如今500年过去，他想请我再去讲一次。众菩萨齐声附和，态度恭敬。我站在那儿看着如来，心里琢磨，这是真心的还是试探。系统精灵开口：宿主放心，如来现在对你心服口服。这500年他一直研究你讲道，越研究越觉得深不可测。那就去吧，正好试试完整版系统的能力。于是再次启程前往灵山，这次没有反向取经，而是光明正大去讲道。5个徒弟簇拥着我一路腾云驾雾，很快就到了灵山脚下。雷音寺前，如来亲自迎接，恭恭敬敬把我请进大雄宝殿。殿内坐满了菩萨罗汉，还有3界各路神仙。玉帝派了太白金星老君，派了金角银角，甚至连地府的10殿阎罗都来了。我站在大殿中央，环顾四周，心里有点虚，但表面稳如泰山，负手而立。如来开口说，500年前我讲上善若水，他们参悟至今受益匪浅，今日请我再开金口，他们洗耳恭听。我点点头，正要说话，系统精灵忽然开口，建议我装个大的，解释说我现在战斗力匹配最强徒弟，也就是说我现在和悟空一样强，甚至更强，因为我可以同时匹配5个。我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，那还等什么？抬起手五指，张开5道光芒从指尖射出，分别没入5个徒弟体内。悟空浑身金光暴涨，身后神魔虚影凝成10指。虎先锋体型膨胀，1倍皮毛上浮现出道道纹路。敖烈龙鳞闪烁如气冲天，化作一条纹龙。牛魔王合上竹简，眼中金光爆闪。大鹏双翅一展，速度提升到新的境界。5个徒弟同时突破境界提升，如来惊了，众菩萨惊了，3界神仙全惊了。这是什么手段？随手就能让大妖突破？太白金星喃喃自语，这位到底是什么来历？我负手而立，缓缓开口：今日讲道之前，先让你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。说着，意念一动，身形瞬间消失。再出现时已在灵山顶上空，5个徒弟紧随其后，悬浮在我身边。如来率众菩萨飞出大殿，抬头仰望，我俯视众生，声音传遍3界。500年前我讲上善若水，今日我讲大道至简。抬起右手，掌心光芒汇聚，一道光柱冲天而起，直达33天外。光柱炸开，化作无数光点洒落，每一颗光点落处都有一朵金莲绽放。
灵山上下遍地金莲灿若星河，如来跪了，众菩萨跪了，三界神仙全跪了，只有5个徒弟站在我身后，目光骄傲。我收手而立，看向如来，问他还愿再听我讲到3日吗？如来叩首，弟子愿听。接下来3日在灵山顶上讲道，讲的是这500年来的感悟，其实都是前世看过的，但在这个世界，这就是无上大道。第1天讲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，3界震动。第2天讲大放无余，大器晚成，万佛朝宗。第3天讲道生1生2生3，3生万物。如来当场顿悟，直接突破到新的境界。3日后讲到结束。如来起身深深一拜，口称师父在上，请受弟子一拜。我摆摆手说不必多礼，你悟了就好。如来看向我问可愿留在灵山做3界共主？我笑了摇摇头，不了。方寸岛挺好，有徒弟们陪着自在。如来看向5个徒弟，又看向我，眼中满是敬意，说要亲自送我回去。我点点头，一行人离开灵山。如来率众菩萨送到南天门，玉帝亲自出来相送，满脸笑容。老君也来了，拱手称赞施主高义3界之幸。我拱拱手说客气了，以后有机会再聊。回到方寸岛，一切照旧。我躺在院子里晒太阳，5个徒弟各自修炼。悟空做俯卧撑做到一半，忽然停下来看着我，眼神里有些复杂，似乎有话要说。我问他怎么了，悟空挠挠头问我现在这么厉害，还用得着他们保护吗？怎么用不着？你们是我徒弟，一辈子都是。悟空眼睛红了，重重点头。虎先锋凑过来问师傅，那我呢？我拍拍他的虎头，你是？二师兄当然也是。虎先锋咧嘴笑了，憨态可掬。敖烈化作人形走过来问师傅，那儒道还要继续学吗？学，当然要学，学无止境。敖烈笑了，龙鳞都闪着光。牛魔王掏出竹简，师傅，那我这份报告还要继续写吗？写，当然要写。3界情报网就靠你了。牛魔王精神抖擞，提笔继续。大鹏飞过来，师傅，那我这领域展开还要继续练吗？我看看他，问他练得怎么样了。大鹏得意说，现在100发100中，再不炸自己，那就继续练，争取1000发1000中。大鹏嘿嘿一笑，转身继续练功。我躺在椅子上看着这群徒弟，心里满满的踏实。系统精灵这时开口道，宿主，你现在是真正的3界第一了。我嗯了一声，有什么感想？没什么感想，就是想继续这样下去，每天看着他们折腾挺好。那你继续吧，我不打扰了。我闭上眼睛，阳光暖暖的，海风咸咸的，远处传来大鹏练功的声音，砰又炸了。我笑着摇头，这个傻鸟还是老样子，500年了，一点没变，真好。